好一招诱敌之计。你真是天生神力，在下佩服。喂，雕兄啊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呀？你不会让我跳下去吧？虽然我现在是个残废，我又身中剧毒，但是我不想死啊！我还有大仇未报呢，你居然让我自尽啊！你说山下有东西啊？我现在就一只手啊！你让我这样爬下去啊？你太看得起我了吧！哼！雕兄，我身为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会让你看不起我呢？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我知道你对我好的吗？别打我啊！雕兄啊，要不是你逼我一把，打死我我也不敢下来。啊！剑种，剑魔独孤求败，既无敌于天下，乃埋剑于此。这么重啊！哇，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也不过如此了吧？雕兄啊，这把剑起码有70、80斤重啊！而且你看，两边全无剑锋，怎么用来杀敌呀？江湖上各门各派的剑术呢，都是以轻巧为主的。独孤前辈这把剑啊，打起架来实在太不占优势了，容易吃亏的。咦，这是一把木剑吗？40岁后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。自此精修，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。唉，独孤前辈的武功真是登峰造极，像我这种无名小辈，怎么跟他比呀？真的好沉啊！雕兄啊！你要我使这把重剑啊？哼，哼！你，
雕兄，你给我的蛇胆真是神奇。我吃了以后呢，平常气息不易走到的穴道都变得畅通无阻，体内的剧毒每次发作的时候也变得越来越轻。你这样3番5次的救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你责备的对，你出尘脱俗，又岂是施恩忘报之徒呢？是我杨过失言了。其实我杨过一生都没有什么朋友，没想到惨遭此劫之后，能遇上雕兄你这位良朋知己，实在是老天爷对我不薄啊！雕兄啊，你不是要跟我比试吧？我是个无名小卒啊，你是前辈，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了。既然你那么有雅兴的话，那我杨过奉陪到底了。这剑实在太沉了，什么全真剑法、玉女剑法，根本就使不上嘛！雕兄啊，你天生神力，我自然不是你的对手了。你总不能把我当做独孤前辈吧？哎，杨过啊杨过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没有用啊？雕兄长期伴随独孤前辈，瞧他扑着屈退间，隐隐然有武学家术，多半独孤前辈寄居荒古，无聊之时，便当他做过招的对手。独孤前辈尸骨已朽，绝世武功便此淹没。但从雕兄的身上，或许还能寻到这位前辈大师的一些网烈遗风。算起来，雕兄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武林高手了。如今雕兄不顾身份来教你练剑，你反而畏首畏尾，哎，你对得起雕兄的一番好意吗？雕兄，我们继续练剑。雕兄，你陪我练了这许多天的剑，现在我手中的这把玄铁重剑是越来越顺手了。独孤前辈在石壁上写着“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”这8个字，真是境界高深。越是平平无奇的剑法，对手就越难以抵挡。大哥哥，还有龙姑娘。大哥哥，你来救我了！我答应带龙儿来见你，怎么能让你死呢？杨过，16年不见，你的功力有所长进啊！没想到你的功夫也如此了得，在我生平的敌手当中从未见过。我就说你打不过我大哥哥吧，你太不要脸了！大哥哥，教训他！我在海潮之中练功，功力足以与怒涛相抗。16年前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，何以今日他一击之下，我竟会险些招架不住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冲！蒙古人已经乱了阵脚，
我们冲过去抢回香儿！杀！杀！ 师傅，香儿，香儿，香儿，香香儿，你可不可以再叫我一声师傅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杨过，接住他！师傅，师傅。耶律兄是我兄弟，我焉能不救？我真的讨厌他吗？他为什么从来都不理我？只要他稍微肯顺着我一点，我便为他死也心甘情愿。我为什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？只是因为我暗暗想着他，念着他，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。杨兄弟，多谢相救，小心！他冲入敌阵去救齐哥时，我到底担心谁更多一些？我实在说不上来。他在二妹生日那天送了她3份大礼，
我为什么要恨之入骨？他揭露霍度的阴谋诡计，使齐哥得任丐帮帮主，为什么我反而暗暗生气？刁兄，杨兄弟，接枪！放箭！岳父，怎么样？据探子回报，蒙古人已经全军撤退。真是太好了！蒙古大汗已经死了，他手下几位王爷一定会为了争夺大汗之位而暂缓南侵，这襄阳城算是守住了。杨兄弟，这次全靠你，襄阳城才免遭生灵涂炭。锦鄂城间行侠仗义，在这一点上，我跟郭伯伯比起来，实在是汗颜。杨大哥，小妹以前实在是对不住你，还好你不计前嫌。好了，其实我杨过之前也有很多不是之处，希望郭师妹你能够原谅。杨大哥，过儿，你这次立下了大功，天下扬名，故不待言，全城百姓对你也是感恩戴德。你救了琪儿、香儿，我跟你郭伯伯也是感激不尽。你爹和你娘泉下有知，一定会引以为荣的。郭伯母，其实我现在最开心的事情，就是能和龙儿在一起，其余的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过儿，郭伯伯真为你骄傲，而且你和龙姑娘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也替你们开心啊。郭伯伯，有一句话藏在过儿心中20多年，始终未说。若非我年幼时蒙受您还有郭伯母抚养教诲，过儿焉能有今天？千万别这么说。但是做人的确不能忘本。想当年，要不是邱道长仗义，7位恩师远赴蒙古，再加上我被洪老前辈垂爱，我郭某岂能立此微功？只可惜啊，今日在此欢庆胜利，除了各位前辈之外，其他都已先去，实在是神伤啊。对了，现在蒙古军虽然退兵，但未免有诈，还请各位先在襄阳城稍作休息，看清敌军动向，以免上当。等确定敌军撤退之后，我想去华山祭扫恩师之墓。郭伯伯，我也正有此意。国师，国师，国师救我！国师救我呀！怎么了？你不是已经当上代掌教了吗？可是国师，小龙女突然杀到了，她要杀贫道啊！国师救命！国师救命啊！放心吧，有贫僧在这儿，任何人都不敢伤你一根毫发。多谢国师，多谢国师。龙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别来无恙啊！我要杀的人是他，请你让开。那可不行，龙姑娘，赵道长他是我的朋友，贫僧不会见死不救。那你试试看。杨过不在，即便你手里持有双剑，又有何用呢？
你真健忘，上回在山洞，你不是见识过了吗？一时失手，何足道哉？今日就要与你一决高下。果然还是这个和尚高啊！居然能和小龙女战成平手。哪是平手啊？臭和尚都受伤了，看不出来吗？我看我们还是一起上吧。大和尚若是死在他手里，我们能幸免吗？说得对，我们可不应该做亏本的买卖。上！赵子敬，你这个叛徒！我今天要替全真教清理门户！放屁！贫道乃是蒙古大汗下旨敕封的全真教新任掌教。今日只怕要死在这重阳宫中。我一死又有什么可惜？只是临死之时，总盼能见过儿一面。过儿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你不是在做梦，我现在正抱着你呢，你痛不痛？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。师叔，你独立支撑片刻，我先救师傅，再来助你。好。师兄，我回蒙古勤练武功，10年后找上这姓杨的小子，给你和师傅报仇。杨过饶命！等我将那个狼心狗肺的师弟碎尸万段，再来向你自行投降。到时候要杀要剐，我绝不皱一下眉头。你为人还算忠义老实，我今天就不杀你们，你们走吧。多谢不杀之恩，师傅，走。杨兄弟，真有你的。马大哥，你那些兄弟全部都是假仁假义，你跟着他们，迟早是要吃大亏的。不如辞别忽必烈王爷，回老家吧。有道理。哎，杨兄弟，你和新娘子几时成亲？我留下来喝喜酒好不好？哎。你伤我家的手野猫！
而过，也由不得你了。万寿山庄向来在凉州，怎么一到这儿来了，还当起了山大王？我万寿山庄要搬家，用不着禀报西山一哭鬼吧？啊！我大哥叫你们绕，你们绕啊！我三哥有病在身，不喜欢外人打扰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不是八手仙元15郎吗？你三哥身子不适吗？可是我们有事在身，还请让路。花开花落，无限寂寞，思念太辽阔，谁对谁错？你伤我家的守夜猫，便要绕道而过，也由不得你了。万寿山庄向来在凉州，怎么一到这儿来了，还当起了山大王？我万寿山庄要搬家，用不着禀报西山一哭鬼吧？啊！我大哥叫你们绕，你们绕啊！我三哥有病在身，不喜欢外人打扰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不是八手仙元15郎吗？你三哥身子不适吗？可是我们有事在身，还请让路。不让！我大哥让各位绕路，难道各位没长耳朵吗？不好！你们在捣什么乱呢？你们要是还不让路的话，我们就放火把这片树林烧光。刚才肯定惊吓到他了，我回头找你们算账。这叫做捣蛋鬼遇上鬼祖宗了，看他们还敢不敢狂妄！再快点，就快抓到了，就在前面！你们拦住他！快追！别让他跑了！怎么这么多野兽啊？不好，让灵狐跑掉了！万寿山庄跟西山一哭鬼向来没有梁子，几位何故在林中撒野，赶跑了9尾灵狐？今日之事起因在于你们。万寿山庄向来在凉州一带开山立业，突然来到山西，黑夜之中又不许他人经过官路大道，如此横法，还想问别人责任吗？你们放跑了9尾灵狐，还多说什么？西山一哭鬼一个都别想活着！你们也太蛮横了！几个游魂野鬼，偿命吧！哼！你们别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！你们根本就无冤无仇的，再打就要死人了！西山一哭鬼不守信约，害我空等半晚，却原来在这里跟这帮野兽胡闹。神雕侠，神雕侠，你们就是万寿山庄的史家五兄弟吧？阁下就是传说中的神雕侠吗？正是在下，请你们赶快喝住这帮豺狼虎豹，否则稍作片刻，这帮假鬼也会变作真鬼的。等真人变成了真鬼，再与阁下叙话吧。只是在下与西山一哭鬼曾有约在先，若是你们放野兽把他们咬死了，那我找谁说话去？神雕侠又怎样？你有本事，那你就把我的野兽自行喝住吧。把他们喝住倒不难，只是怕伤了他们。笑话！你一人一雕，怎能敌得住我这么多的野兽？希望你们莫怪啊，只因我和西山一哭鬼有约在先。等我处理完我的事之后，你们爱怎么打，悉听尊便，我绝对袖手旁观，两不相助。神雕大侠武功盖世，臭和尚，看招！
是声称郭襄不是他推下去的。从现在情况来看，他招忍让，香儿未必是他推下去的。你还是留在这里吧，段王爷都已经出手了，你要是再上去，就有失范王爷的身份了。我让雕儿来帮忙。臭和尚，我周伯通今天就不跟你讲什么江湖规矩了，必须来个1、2对1，打我！杨大嫂，杨大嫂，杨大嫂，雕儿，大哥哥，是雕儿，我们有救了。你先上去吧。嗯，那我上去之后再叫雕儿下来接你。那我走了。给周伯通缠上，数百招之内难分胜负。若白眉老僧趁虚下手，我的老命非葬送在这绝情谷不可。胡老邪，就是他害死你外孙女的，咱们合力抓住他！你就是东邪黄药师？不错。大师有何事下？贫僧这厢有礼了。贫僧在蒙古的时候，就听说中原有东邪西毒、南帝北丐、中神通5位高人，今日得见，真是3生有幸。但不知其他4位高人今在何处？中神通、北丐、西毒谢世已久。这位高僧便是南帝，这位周兄便是中神通的师弟。倘若我师兄在世，你也能接他10招。哼！如果今天我们单打独斗，几位未必是我的对手。啊！我呸！你以为这是华山论剑吗？争什么武功天下第1？谁有功夫陪你单打独斗啊？你这么作恶多端、自行了却算了。中原5位高人，今天见到2位。如果能死在你们手上，也算是件幸事。只可惜呀，我多年练就的绝世武功，从此以后绝迹于世上。大和尚，我说你那身高武功果然了得，要是从此没了传人呢，别说你可惜，我都替你可惜呀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先传了我，再求自尽也不迟啊。周兄，不要再胡闹了。娘！
香儿，娘，香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让娘看看。娘，大哥哥还在下面呢，你快想办法救救他。大哥哥，你是说过儿他在下面？什么？你说傻蛋在山崖底下？是啊，傻蛋，傻蛋！娘，你快让雕儿下去救他上来。娘，雕儿他自尽了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阿弥陀佛。雄雕身亡，即便此雕尚存，以后云层万里，暮雪千山，试问形单影只，又如何度过此生？师姐、师傅，既然知道杨大哥在山底下，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救上来。是啊，娘，你现在马上想办法去救大哥哥。谷底下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掉下去就沉到了水底，心中一慌，吃了好几口水，后来不知怎么就浮了上去。是大哥哥，杨大哥，他拉住我的衣服，将我提了上来。这么说，潭边上有地方可以容身？水潭旁都是杂草。你到底是怎么掉下去的？我一掉下去，杨大哥也是这样问我的。我拿出了那最后一枚金针，告诉他，你凭这枚金针千万不可以自尽。他目不转顺地向我瞧着，也不说话。不久，雌雕就飞了下来，他就把我放上了雕背。娘，可是现在雕儿死了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大哥哥救上来啊？这么看来，过儿一时应该不会有危险。咱们赶紧搓一条长绳，把他拉上来吧。好。蜂巢？难道这些玉蜂是有人养的？为什么那么像以前龙儿养的呢？蜂巢旁糊有泥土，这是人工所为。莫非当年龙儿月下刺骨，便在此居住？老天啊，老天！求你保佑我能再见龙儿一面。青谷底，我在绝情谷底。我在绝情谷底，难道龙儿他没死？他住在这个谷底。龙儿，龙儿，龙儿，你在哪儿？为什么到处都没有龙儿的身影呢？如果龙儿死了，也当在此处留下骸骨才对，除非是古沉潭底。对了，寒潭。刚才似乎在潭底看到有亮光的，莫非里面别有洞天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也要寻个水落石出。今日不见他的尸骨，我绝不死心。这次无论如何都难不倒我。
过儿，是你吗？我不知道你和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，但我们为了他们打得难分难解，他们俩却要逃走，是不是很可笑？哥哥，阿元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谁？这男人是谁？他是我丈夫。我要杀了他！喂，大叔，住手！快住手！住手！你杀我陆郎，我也杀了这个女人。你让这个负心人也尝尝被人伤害的滋味。元君，你怕吗？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好，来呀！师傅，三通，感情一事贵在两厢情愿。你既已有三娘，何必再自造杀孽呢？哪来的臭和尚，管什么闲事？大胆，敢与一灯大师这么说话！一灯大师又是谁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倒要看看，有什么能耐。施主为何这么执着？我心心念念为他，他却弃我如敝履。这口气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我打不过你。最好是今天就把我杀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他们俩加诸在我身上的痛苦千倍百倍的奉还。阿弥陀佛，一切恩爱会，是非难得久。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女施主的怨念，老衲理解。但所有的爱恨情仇，不过是刹那的烟花。即便当下冲动，过后回想，也必然会觉得可笑不堪。老
老衲有个提议，不知女施主可愿意听啊？你也自知老衲武功高你一筹，如若勉强报仇，不过是徒增伤悲。你倒不如先行离去。我们定个10年之约，若10年后你已云淡风轻，自然是皆大欢喜。如若你还痛苦难受，到时再有什么变故，老衲必不插手。你觉得如何呀？今日看来是讨不到便宜了。小心！大叔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又是你。你师傅呢？中毒了还运功？一个瞎子家养之畜生，就能难倒我吗？看，表姐，他开始手忙脚乱了。我们一起出手，为爹娘报仇。不要，表妹！表妹！别过去！哎，你们别去！陆展元跟何元君的女儿，该死！我杀了你！他居然还留着这块丝巾。是否对我依然有情？他把丝巾一分为2，系于他后背身上，是否求我饶恕呢？陆郎啊，陆郎，早知今日，你又何必当初？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武侠经典解说频道。今天咱们接着聊2014年陈晓、陈妍希版《神雕侠侣》这6集35是全剧情感浓度最高、剧情最虐的一段。杨过断臂，小龙女重伤，重阳宫大战，16年之约。话不多说，所有的泪点直接集中在这几集里。第35集的开场，杨过已经断了一臂，带着重伤的小龙女，金轮国师和全真教的赵志敬勾结，准备趁火打劫，夺取全真教掌教之位。杨过心急如焚，却无处可去，两人一路躲避追杀，来到了终南山脚下。杨过知道全真教的人不会放过他们，但此时他已别无选择，他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让小龙女养伤。小龙女昏迷不醒，杨过背着她一步步往山上走。这条路他曾经走过无数次，当初他逃出全真教，如今故地重游，就是从这里开始飞。杨过背着小龙女来到重阳宫外，全真教的道士们严阵以待。赵志敬站在人群最前面，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。他早就料到杨过会回来，这里是杨过唯一可能求救的地方。赵志敬指着杨过，对全真教弟子们说：“此人勾结古墓派妖女。”杨过冷冷地看全真教，没有说话。今日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。他把小龙女轻轻放在一块青石上，
然后转过身，面对全真教数百名弟子，但他的眼神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。第36集，杨过和全真教的冲突全面爆发，赵志敬下令围攻，全真教弟子一拥而上。杨过以单臂应战，却丝毫不落下风。这段时间他经历了太多生死考验，武功早已今非昔比。他一手挡住数十人的进攻，一手护住身后的小龙女。赵志敬见势不妙，亲自出手偷袭。杨过侧身一闪，反手一掌，把赵志敬打得口吐鲜血。全真教众弟子看到赵志敬被打倒，一时群龙无首，攻势就在此时，金轮国师带着霍都等人赶到，局势再次逆转。金轮国师是蒙古国师，武功极高，一出手就镇住了全场。他看着杨过，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上次让你逃了，这次我看你往哪跑。”杨过握紧手中的剑，一言不发。他心里清楚，金轮国师的武功远在自己之上，正面硬拼，但他不能退，毫无胜算。身后是他最在乎的人。他咬紧牙关，迎上了金轮国师的攻击。两人交手数个回合，杨过渐渐落入下风。他只有一条手臂，很多招式施展不开，身体也开始透支。金轮国师看出他的破绽，一掌朝他胸口拍去。杨过来不及闪避，硬挨了这一掌，整个人倒飞了出去。第37集，杨过受伤倒地，全真教众人和金轮国师就在这时步步紧逼。丘处机等全真五子终于破关而出，他们看到重阳宫一片狼藉，又看到赵志敬勾结金轮国师。丘处机怒斥赵志敬事情的来龙去脉：你身为全真弟子，竟敢勾结外敌！赵志敬吓得浑身发抖，还想狡辩，但铁证如山。丘处机亲手废了赵志敬的武功，把他逐出全真教。金轮国师见势不妙，想趁乱逃走，但全真五子联手，杨过趁此机会抱起小龙女，冲出了重阳宫。他一路狂奔，一直跑到后山的密林深处，才终于停了下来。他把小龙女放在草地上，看着她苍白的脸，心里像刀割一样。小龙女微微睁开眼睛，虚弱地说：“过儿，你不该带我来的。”杨过握着她的手，声音哽咽：“我绝不会丢下你。”第38集，杨过带着小龙女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，安顿下来。他开始四处寻找草药，试图为小龙女解毒疗伤。可小龙女的伤势太重，普通的草药根本无济于事。杨过日夜守护在她身边，不敢合眼。他怕自己一睡着，小龙女就会永远离开他。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，他遇到了那只神雕。神雕体型庞大，通灵性，似乎认识杨过。他带着杨过穿过密林，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山谷。山谷里长满了珍稀的草药，还有一处清澈的泉水。杨过感激地拍了拍神雕的翅膀，说：“谢谢你，老朋友。”神雕低鸣了一声，似乎是在回应他。杨过采了草药，回到山洞为小龙女敷药。慢慢的，小龙女的伤势开始有了好转的迹象。然而，小龙女心里明白，她的毒已经深入骨髓。她看着杨过日夜操劳，心疼不已。有一天，她对杨过说：“过儿，你别再为我费心了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”杨过紧紧抱住她，说：“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一定会找到办法。”小龙女摇了摇头，泪水从眼角滑落。第39集，小龙女的身体每况愈下。她知道，如果继续拖下去，只会让杨过更加痛苦。于是，她做出了一个决定，离开杨过。一天夜里，小龙女趁杨过出去采药的时候，留下了一封信。杨过回到山洞，悄悄离开了山洞，看到空荡荡的床铺和那封信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，上面只有短短几行字：“过，我走了，忘了我，好好活下去，龙儿。”杨过撕心裂肺地大喊了一声，冲出山洞，疯了一样四处寻找。他找遍了山谷、密林、溪流，却始终找不到小龙女的身影。双手捶打着地面，
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神雕站在他身边，发出一声低沉的哀鸣。杨过抬起头，看着神雕，说：“他走了，他真的走了。”第39集结尾，杨过在绝望中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，那是一位隐居多年的前辈高人，也是神雕的主人。他看到杨过的资质和毅力，决定把毕生所学传授给他。杨过跪谢师傅，从此开始了艰苦的修炼。他每天在瀑布下练剑，在山崖上打坐，在寒风中，他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于一个信念：变强，然后找到小龙女。第40集，时间一晃过去了很久，杨过已经脱胎换骨，武功大成。他告别了师傅和神雕，独自下山，踏上了寻找小龙女的旅程。他走过千山万水，问过无数人，却始终没有小龙女的消息。有人说她去了南方，有人说她早已不在人世。杨过不信，他坚信小龙女一定还活着。他来到绝情谷，找到了当年和小龙女一起待过的地方。谷中一切依旧，只是人已不在。杨过站在悬崖边，望着深不见底的谷底，喃喃自语。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一处极其隐蔽的洞口。洞口被藤蔓遮挡，如果不仔细看，根本发现不了。杨过拨开藤蔓，走了进去。洞里别有洞天，有泉水，有花草，还有一间简陋的木屋里，一个白衣女子背对着他，正在煮茶。杨过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他颤抖着声音叫了一声：“龙儿。”那个身影微微一顿，缓缓转过身来，正是小龙女。两个人四目相对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杨过冲过去，紧紧抱住了她，仿佛要把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。小龙女靠在他怀里，轻声说：“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找到我了。”杨过说：“我找了你16年，就算再找16年，我也一定要找到你。”小龙女流着泪笑了：“你还是这么傻。”两人在谷底相拥，16年的分离在这一刻终于画上了句号。重逢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小龙女的身体依然虚弱，她的毒并没有完全清除。杨过决定带她离开绝情谷，去寻找真正的解药。两人携手走出洞口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杨过知道前方的路依然艰难，但只要和小龙女在一起，第40集结尾，他什么都不怕。杨过和小龙女一起回到了襄阳城。此时的襄阳正被蒙古大军围攻，战火连天。郭靖、黄蓉等人拼死守城，局势十分危急。杨过看着城墙上飘扬的战旗，握紧了手中的剑。他对小龙女说：“等我，我去帮郭伯伯守城。”小龙女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等你回来。”杨过转身，朝着战场的方向大步走去。神雕从天而降，落在他身边，发出一声长啸。一人一雕并肩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。回顾第35到40集，这6集承载了全剧最浓烈的情感。杨过的断臂之痛，小龙女的生死离别，16年的漫长等待，每一幕都让人心碎，又让人感动。陈晓在这一段的表现可圈可点。他把杨过从桀骜不驯到沉稳内敛的转变演得非常到位，尤其是得知小龙女离开后的那场哭戏，没有嘶吼，没有只是跪在那里，眼泪无声的流淌，却让无数观众跟着落泪。陈妍希饰演的小龙女，虽然前期争议很大，但在这一段虐心戏中，她把小龙女的隐忍、深情和决绝，尤其是她流信离开的那一幕，眼神里的不舍和决绝，让人心疼。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——神雕。他不是普通的鸟，而是杨过最忠诚的伙伴。在杨过最孤独、最无助的时候，是神雕陪伴着他，带他找到草药，带他找到师傅，带他走出绝望。如果说小龙女是杨过的心，
那神雕就是他的翅膀。于正版的《神雕侠侣》从播出起就伴随着争议，特效被吐槽，选角被质疑，剧情被魔改。但单看第35到40集这几集，情感浓度和演员的表现，尤其是16年之约这一段，几乎还原了原著最动人的部分。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跨越了生死，跨越了时间，无论外界怎么变，他们的心始终没有变过。这种一生只爱一个人的坚守，是《神雕侠侣》最打动人的核心。第40集结尾，杨过冲上襄阳城头，与金轮国师展开了运用自创的黯然销魂掌，一掌击退了金轮国师，又以飞石击毙了蒙古皇帝蒙哥，为襄阳保卫战立下了战场上的杨过不再是那个冲动莽撞的少年，他是一代大侠，是神雕侠，是无数人心中的英雄。但他心里最牵挂的，始终是那个在绝情谷底等他的人。战争结束，杨过和小龙女告别了郭靖、黄蓉等人，两人带着神雕悠然远去，开始了属于他们的隐居生活。这一去，江湖上只剩下了神雕侠的传说。好了，这一期关于2014版《神雕侠侣》第35到40集的解说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